普利盘整理，普利盘主要是普利珠在这个滑道里面滑动，然后造成这个间距的改变，就是 CVT 原理嘛，这网络上查都查得到，就不多说了。那普利盘的整理基本上看，有人说看这个斜面，看你啊，如果是要改装的话，当然是 OK 买新品。然后像普利盘用久一定会有灰尘啊、卡垢，我是习惯都清一清、刮一刮。然后最早期还听说有人说在上面打蜡，还是涂抹一些什么涂层，就让普利珠的滑动会更顺畅，不会 K。像这个用久了几乎都没有整理过的老车，它就是卡得很严重。然后卡得很严重的话，就变成说你普利珠的滑动就不是很顺畅，可能骑乘会一顿一顿的，会有换挡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人说普利珠该怎么放，我们先目前这样子看好了。如果说是这样子，普利盘它是逆时针旋转，以我们这样看，它是逆时针旋转，所以普利珠现在像这种普利珠，它应该已经没有正反，有一个阶层在这边断层，一个存在这边，所以这种应该已经没有分正反面了。早期的可能还有一种是分正反面的，你仔细看，它一边看到同色的面积比较小，一边看到同色的面积比较大，基本上就是看到同色面积比较小，里面是底，我们都说是底啦。好，我们假设这边是底好了，有4个滑沟，有4个割槽的，这个是底。我们刚才讲到普利盘是逆时针转，所以我们挂就变顺时针，变成说它在我们加油门的时候引擎动的时候，有一面的施力面比较大。如果你的普利珠，你的面就是同色比较多的是面如果直接跟冲击面撞击久了，那个铜会磨到这边，因为撞击力的关系，那个平面会越来越平，到最后会导致金属磨金属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底。我刚才说这4个沟槽这边当作是底，因为它有比较厚的铁氟龙材质，应该是铁氟龙材质啊。然后装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在加油门的时候，施力面跟底碰触的时候，就是由这个材质去承受撞击，就不会去损害到普利盘。因为你看啊，这样子，它瞬间出力的时候是这样子撞，然后你的底是不是它这样撞？逆时针、顺时针，它这样撞，那你就是底面这个材质面比较多的地方要放在这边接触面这边，因为它的旋转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普利珠是贴着这个面在跑，所以说底一定要靠近这边，你不能面靠近这边，久了你的普利盘这边会磨掉。然后这边也一样，每一个都是一样，就是你要记得同色看得比较少的那个我们都讲是底，我习惯讲是底，别人我是不清楚，都是底要跟施力面就是接触面、撞击面朝撞击面这一边，每一颗都一样，这样子你的普利盘寿命会比较久，比较不会遭受到磨损。然后大概就清干净，主要是轨道啊，轨道一定要让它清干净，不要有脏污啊或颗粒卡在上面，像这个就
就很糟糕。好，关于普利盘、普利珠就先讲。好，中间这个套管，有人说是可以上点油啦，让它滑动比较顺畅。因为进站的这个有油封，所以适度的油是 OK。像这个已经很久没有油，都有点生锈，所以它滑动不是很顺畅。看得出来吗？如果你的普利盘它没有做油封处理，就建议擦干净就好。一般你甩动的时候，离心力会把油可能从这边出来，这边出来是没关系，因为不是皮带面。如果你的油从这边出来的话，上到皮带面，你的皮带就会打滑。所以这个等一下有油封面，它可以防止油出来。所以说这个可以上轻微的油是 OK， 耐热黄油，薄薄的一层。好，然后普利珠、普利盘的整理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普利盘除了要确保普利盘的功能，就是你要让滑套它的作动能够顺畅，普利珠的滚动也能顺畅，滑套，然后再来它的那个另外一边的盖子，这个叫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。然后你要确保它滑块，黑的这个叫滑块，滑块它是套在这样子的，然后套管在里面，它就是借由这样子，普利珠在里面滑动，造成它的位移，然后就跟枫叶盘的夹面做变化，就变成是 CVT 原理。所以说滑块以普利盘本体来讲，滑块的顺畅度这个也要做清洁。滑块的这3块内面凹槽要做清洁。普利珠的轨道，这个普利珠的轨道，滑块的轨道，然后套管的那个滑动的顺畅度，这3个是重点。当然了，普利盘本身的平面有没有过度摩擦、磨损啊，那些也是要去做，你要自己去做衡量。然后再重申一遍，普利盘主体本身该注重的清洁就是滑块的顺畅度，普利珠轨道它滑动的顺畅度，铁套在里面做动的顺畅度，然后普利盘本身它也是耗材，就是它的角度，然后有没有烧毁，然后普利珠的圆度有没有吃钩啊，诸如此类的。这个就是大致上普利盘传动前组，就是普利盘它本身的该注重的地方。好，油封的清洁要注意它这个面，因为毕竟油封它里面应该是有点油在里面，保持润滑。但是久了油会干掉，像这个就干了蛮多了。我是不建议拿太尖锐的、太利的东西来刮，我是拿指甲轻轻的把硬物刮掉以后，让里面的干掉的油稍微处理一下，像这个都是干掉的油，这个处理一下，把它轻微的刮除，不用太干净，因为你如果太讲究干净的话，你可能会伤到油封的那个密合面，到时候就比较不好处理。所以基本上大概稍微看得到的清洁一下，硬掉的地方稍微找个东西刮一下，
然后补点油进去，让有油在里面跑，让套管在里面滑动的时候会有油在里面做润滑，它的做动就会比较的顺畅。然后你在变速上面也会比较 OK。大概普利珠、普利盘、滑块、套管、前组大概就是这些。然后基本上它的寿命就大家去判断，普利珠就是吃钩嘛，裂开吃钩，然后普利珠的那个滑动轨道的磨损，跟这个像这个就已经磨到，蛮严重了。当然了，这么老的车，我只希望它能够正常的上下班代步就好了。然后其他的就不会很讲究，只是如果喜欢 DIY 朋友或喜欢改车的朋友，自己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该注意这些地方。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，除非你跟机车行非常熟，或者你碰到很佛心的老板，要不然不太有人会帮你做这些清洁处理。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 DIY， 就是因为很多小细节别人不会帮你做，然后你必须自己做，所以才会衍生出 DIY 的方式。像启动盘，进站的启动盘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稍微都有点红色的生锈，然后所以在组装的时候记得建议啦，这边稍微抹点油，因为这边就算离心油弹出来，它也不会影响到别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启动马达的齿轮，这个就是启动盘。那这个也是重点之一，避免你下次在拆的时候，这块底盖的面跟这边锈在一起，像这个都有点在锈了。这边稍微抹点油，不用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以后再做维修干嘛也会比较方便。然后普利珠安装的时候，像以进站的珠子来讲，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面有4个凹槽，有一个面是全平的。其实我觉得啦，它做这4个面就是减少接触面积，减少摩擦力，所以应该这边做底面会比较好。然后你在安装的时候，当然不可能盘面朝自己，这就没办法安装。所以你仔细看哦，它在运作的时候，它是逆时针转，那如果反过来以后就是顺时针。所以我们的普利珠就是底面朝右，全部都是底面朝右，这样子放下去，那就是它的接触面。然后这是安装的普利珠放置的方向，全部朝右，有沟槽的朝右。其实以 CVT 就是摩托车的变速系统来讲，大致都是这样子，除非你换比较特殊的传动方式。我知道马车有一种，它那个普利珠是伸出来的，它不是滑动，它是伸出来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会讲的东西，我不会针对单一车种，因为你这样子变成说什么车都要讲一遍。所以大致就是我以比较通俗的方式，比较通用，每台车都会看得到的东西去做解说。然后因为毕竟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大概重点就是都是这样子，除非因为车种的特殊性，或者它的零件的有经过不同的制造方式，会有不同的要领。
这个就大家一起讨论哦。然后在放普利盘的时候，就你都组装好以后，我是建议就是套管、普利盘跟底板、普利珠都放好要缩在一起，然后手在后面稍微辅助，扶到手已经快手夹住的时候，慢慢手抽出来，轻轻的推着套管，慢慢推进去，推到底，然后普利盘面稍微固定，它珠子才不会在里面有翻珠啊，或没有装好的状况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。然后其他的小步骤大概就什么车大概都一模一样了，只要是有用装皮带啊 CVT 系统的基本上都差不多，所以该注意的大概也就这些事情。然后就记得你要最后上螺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皮带要是松的，皮带要松的，要不然你在锁的时候枫叶盘会因为皮带在里面卡住，你在锁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倾角，这样子你锁的就不是很正，就算硬锁下去锁正呢，也有可能皮带或牙会有点伤到，所以在装的时候皮带稍微压一下，让它确定它是空的，然后再先用手把螺丝锁进去，锁到手锁不动以后，再拿工具适度适量的锁紧，不要像摩托车这一次我为什么会拆这个，就是因为它那个螺丝它没锁紧，弹出来，然后枫叶盘都磨到了，然后锁太紧，你又很怕螺丝，运气好螺丝牙坏掉，螺母牙坏掉，运气不好你可能整只取走这个牙，你要重新送去做。所以说 DIY 一定有风险，然后真的要量力而为，不是说有些人拍的影片感觉好像很简单，其实有些东西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